大家好，我是吴恒，今天来分享的是我对乌克兰的情势分析。之前不断的看到外媒和本国媒体都在唱衰乌克兰，但事实上他们的判断有严重错误。这里提出我对乌克兰情势的判断和理由。先讲结论，实际上乌克兰打俄罗斯，乌克兰具有100%的胜算，而俄罗斯则是0%。先讲第一点，战争观念。东斯拉夫民族的战争观念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比如像英美，他们强调 fight for faith， 为信仰和价值观而战，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但是我们战斗民族的战争观念是保家卫国，只有在防守的时候才会特别厉害，至于侵略则完全不鼓励。这一点可以从二战著名的歌曲 Katyusha 来看出端倪，歌词里面就有一句因此在历史上，俄罗斯人在防守消耗战特别强，连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无法获胜。但是在进攻上，俄罗斯是出了名的差劲，连小小的芬兰都差点打不赢。你说不对啊，可是再怎么差，俄罗斯都是第二军事大国，怎么可能搞不定一个小小的乌克兰？问题在于，战争不是普丁想打就打，要底下的人也愿意才可能。现在境内的俄罗斯人，所有的大城市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，第一天就有1450人被抓，但明显阻止不了。民众的想法基本上也是士兵的想法，而俄罗斯不是一个注重诚实的国家，他们的领导人在开战前说了一堆谎，而上面说谎，底下人当然也有样学样。普丁只能要求那些人出现在乌克兰境内，但他没办法禁止这些俄罗斯士兵打假球。基本上士兵在前线就是8个字，能捞就捞，能混就混。有些干脆点的就直接到那里投降，委婉点的就开始放水，炮弹打歪啦，空投乱丢啦，油车慢慢开啦之类的，然后回报给上面一堆夸张的战果，什么蛇岛上82人投降啦，夺回 Antonov 机场，击毙200名敌方啦之类的。这些将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直接转告给信以为真的普丁，然后变成国际新闻。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些看起来俄罗斯战情很顺利，都是底下人谎报出来的。尽管俄罗斯军备再怎么强，在底下人的消极抵抗下都是徒劳。反观乌克兰，由于是在主场作战，开启了战斗民族的超级 buff， 只要领导人开启消耗战模式，他们就是有办法硬生生把俄罗斯给耗死。至于有些人很担心基辅给攻陷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上一个想凭借着攻进首都来结束战争的人是拿破仑，最后一样输到连裤子都没有。攻陷基辅只不过是开始，不是结束，何况他们打不打得进去都是问题。第二件事情，领导人，很多媒体都大肆抨击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只是喜剧演员，没有能力，这实际上大错特错。这位总统实际上超级优秀，可以与丘吉尔媲美。我们来看个影片，影片里面你看一堆平民都在领取武器，准备上战场，令不少人看了都感到非常心酸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乌克兰哪来那么多枪？难道是捡到的吗？实际上，这个泽连斯基的确是极优秀的一个人。他在战前那些认为俄罗斯人不会打过来，都是演的。事实上，他早就做好全部准备。比如他在开战初即要求世界各国把俄罗斯踢出 SWIFT， 这个至少要研究1个月以上才有办法想到，并且乌克兰在这2天已经如愿以偿。我仔细研究他的套路和性格，发现跟哥德人传奇领袖 Prigozhin 非常像。比如他在几天前声称愿意和俄罗斯做出谈判，再过2天又说拒绝谈判。Prigozhin 跟东罗马帝国作战的时候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最后东罗马帝国惨败，全国精锐阵亡2/3，皇帝本人也被哥德人活活烧死。放到今天，明显 Zelensky 就是这位 Prigozhin， 而普丁则是那位即将被烧死的东罗马皇帝。做个小结论，这个 Zelensky 是一个能够斗打大鲸鱼的小虾米，乌克兰在他的领导下胜算极大。第3件事情，国际资源与网络战。我们都知道西方各国在那边搞制裁、打嘴炮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用，但实际上这个制裁力道极强，把俄罗斯举国上下超过1半的财产都风光了，并且源源不绝地
给乌克兰一大堆钱和物资。现代战争是靠科技侵略，而不是靠人力侵略。而科技需要一大堆钱，没有钱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一只小猫咪，而乌克兰则变成了氪金 VIP 玩家。再来，前几天世界上最大的骇客组织 Anonymous 宣布向俄罗斯开战。如果把这个骇客组织算是军队的话，它就是世界上最强的网络军队。这个网络军队可以有4大作用。俄罗斯因为国内的极大反对和国外的经济封锁，所以普丁需要1强力的对内宣传，2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以制造武器，3良好的情报规划，4良好的导弹系统。而这个网络军队可以做到：1瘫痪对内宣传，实际上他们已经成功；2瘫痪工业体系，他们威胁准备要做；3破译情报系统，这点也已经慢慢开始成功；4瘫痪导弹系统，这点在技术上可能，不过实际上还没执行。在这些骇客仔仔的加持下，乌克兰人在科技上将会出绝对优势，有利于现代战争进行。综合以上3点，我断定这场战争将会以乌克兰完全胜利告终，普丁则注定失败。